贝子在野外发现巨大蛋白质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可以在这里求生半年。此外还吃上鲜美的河鱼刺身，无比寒冷环境还能泡着舒服的温泉浴，饭后临时搞点高蛋白蚯蚓。随着贝子跳入雪地，正式开启本次挑战。这一次来到了冰岛，号称冰与火的国度。此时身处这白茫茫之地，根本看不清前方道路，只知道在这里盛行风从海岸线而来，那边是人口集中地，获救概率大，只能顶着风前行。每走一会，暴风雪更加巨大，这样坚持下去毫无意义，肯定直接大结局。赶忙停下脚步，往厚积雪下挖去，还是不和大自然对抗，快速挖了个能躺地方，就这样躲避暴风雪。也不知道历经多久，风力有所下降，赶忙起身继续前行，直到走出大雪纷飞之地。在这里拥有着岩石和冰川，非常易滑，自己也没有冰川鞋。思考一番，坐下来脱下鞋子，直接把袜子套在鞋子上，这样能有效增加摩擦力。接着利用绳子和摄影师绑在一起，这样一个人掉下去，另一个人也会拉住。做好安全措施，开始进入到冰川中，途中可见危险裂缝。历经个把小时，沿着一条裂缝行进一会，来到结冰和陆地的交界处，而这边还有一个落差。查看一下周边，掏出小刀，在一块岩石上弄个凹槽，把绳子套进去，抓着绳子就这么慢慢降落。距离不算高，很快就下来下方，继续往下走去。走了一会，这边又开始出现积雪，相比之前那是小屋见大屋。走着走着，前方发现有烟冒出，看似像温泉之地，这就是冰岛。在冰天雪地中，还有温暖一面存在。贝子从斜坡快速爬入，等来到这边，到处可见烟雾缭绕，这片区域充满大大小小的坑，里头都充满热气。贝子起身继续前行，发现有的还是无比滚烫，掉下去就大结局了。感叹一番，起身继续前行，来到一条溪流旁，往碎石斜坡。沿着这条溪流前行，行进了一会，在这里发现一处凹陷进来的小坑，发现里头冒着热气泡，也是神奇。一旁就是冰凉的水，但这边水确实热。贝子瞬间有了想法，先是拿来一块块石头，把这边给围起来，上下两端都留一个口。当热水达到差不多温度，贝子脱下来衣物，就这样进入其中，享受上独属于自己的荒野温泉浴。寒冷且潮湿的环境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实在是很享受。只留一旁的摄影师在寒冷环境瑟瑟发抖，直到心满意足，重新穿上衣服，起身继续前行。继续沿着溪流走了一段时间，这边没了积雪，河流也变得湍急，期间停下来补充一些水分。这天时候不早，需要一处安家之地，而上方有些干燥之干，可以用来当柴火。贝子有意往上走去烤一些，等上到顶部发现对面有个洞穴，说不定还能省去搭建庇护所工作。就这么踩着倒下树木，小心移动。等顺利过去，快速进入洞穴里头，看着空间挺大，对此相当满意，当即决定就是这里了。接下来走出外面，刚好这是一棵桦树，贝子从中搞一些树皮当火绒，再收集些干燥的柴火。等回到营地，打火石一出，生火那叫一个轻轻松松，在篝火旁烤一烤。期间外出上的小的，没想到还能收获蛋白质，就在洞口处继续在这边翻找。没一会手上就有好多蚯蚓，开启今天的烹饪。杯子放入篝火中烧，再把蚯蚓放入其中。等上一会后，贝子先搞来一条，就这么送入口中，爽滑 Q 弹，味道还可以，一条接一条，吃了个心满意足。这天也慢慢天黑，拿出来一块布料，给它放入杯子中，再盖上石头。等了一会，布料拿出来变成焦炭布，掏出打火石一下就点燃了，很是方便。这天就这样过完。等到隔天清晨，背起重新返回河流，沿着河流继续前行，两边都是陡峭峡谷。每走一会，眼前出现高耸瀑布，自己身上有绳子，给它拿出来，穿过岩石一处锚点，再把绳子绕过到自己身上，慢慢下来。就这样在激流冲刷下坚持。有惊无险下来，继续走了一段，两边高耸崖壁河段，本以为一路可以通畅了，没想到前方河流进入流入洞穴，也不知道洞穴通畅不通畅，但已然没了退路，只能进入。刚进去就看到前方光亮，这算是个好消息。快速走出洞穴，在这边河流平缓且比较浅，求生中把握每次薅蛋白质的机会，而一旁这种地方正是抓鱼好时机。只见贝子慢慢把手伸进去，没一会就从里头摸出来一条2两半的野鲫鱼，没有条件烹煮，直接刺身安排，先清理一下，
接着就这么吃起来，肉质鲜美 ，Q 弹弹，美味的同时，蛋白质怕是牛肉几十倍。吃完起身继续前行，还没走出个180米，河流直接没入地底，没了跟随道路，只能往上爬去，穿过洞穴，爬上斜坡。这边比较陡峭，拔出来植被，利用植被当冰镐，就这么往上爬去。等上到顶部，眼前是一片到处密集枝干的区域，放缓脚步穿行。如果不是衣服够厚，这回身上估计有着众多伤口。走着走着，突然闻到腐烂的味道，贝子边走边查看，就在不远处地面，赫然发现一头北极狐。观察一下没什么可薅，扔掉起身继续前行。历经一段时间，走出密集枝干，来到平原，眼前还有一条河流。走到河流边，道路就在对面，不得不穿过去。脱下来衣服，给它装进去背包，就这么进入河流中。水不深，但水流非常快，加上底部乱石，贝子稳扎稳打。等顺利来到岸上，赶忙先穿上衣服，完事继续往前走去。这很快进入到一片苔藓覆盖的乱石之地，在这种地方，如果感受到寒冷，还是有点办法。只见贝子搞下来苔藓，塞进去衣服中，这样就感觉好多了。之后继续往前走去，历经几分钟路程，穿过苔藓覆盖区域，而眼前海岸尽收眼底。这回没发现文明痕迹，只能继续前行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前方出现巨大动物尸体，走近查看，发现这是一头抹香鲸，令人非常震惊。这巨大体型，贝子有意薅一把，但以目前来看，还是找到文明重要。欣赏这片刻壮观景色之后，离开这边，继续朝着海岸线行走。等走上去一处小斜坡，突然前方发现一架飞机残骸，贝子迎了上去。刚好这回天色慢慢暗淡，索性安营扎寨，找来柴火，把篝火点燃，就这么躺在一旁开始休息起来。等进入天黑，贝子发现不远处灯塔，文明痕迹显现，本次挑战成功。